上一世，我耗尽半生心血，助我深爱的男人登上了王位，可他称王的那一刻，却将我全族屠戮殆尽。而现在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我18岁这天命运的选王仪式上。狼王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。今日，圣女伊莱恩将以她的宿命之血为狼族拣选王储。我曾是世间最后一位稀释血脉的女巫，从小被养在狼王宫中，只为履行一个古老的盟约，在我18岁时，用我的血选出王座的继承人。前世的我，为了让我深爱的男人大王子凯登坐上王位，忍受了锥心刺骨的痛苦，强行扭转了血脉的选择。我为他牺牲一切，为他培养凶残的谋士，助他统一所有狼群。可他加冕的瞬间，却剥夺我圣女之名，下令屠我满门。他冰冷的声音至今还回荡在我耳边：你所谓的稀释血脉，不过是你攀附我的借口。没有你，我照样能成为狼王。想到这里，我缓缓打开眼前的盒子，命运之石静静躺在其中。这块神石能审判灵魂，善者血染则红，恶者血染则黑，而只有我的血才能唤醒它。我刺破指尖，将血滴入石中，纯白的命运之石瞬间悬浮起来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请各位王子上前献血。几位王子对视一眼，二王子率先开口：大哥还没到，我们先行测试，恐怕不妥。狼王勃然大怒，别管那个逆子，如此重要的日子也敢迟到。于是几位王子依次上前，将血滴入石中。二王子的血滴下时，石头边缘泛起淡淡的红色。祭司摇了摇头，二王子心地善良，却无力抵御外敌，统一狼族。剩下的2位王子上前，石头依旧只是微红，而我的血脉之力几乎没有被触动。我知道他们虽然都是好人，却都不是我的宿命之人。就在月亮女王，也就是凯登的生母，准备直接宣布我和凯登的婚事时，大殿的门被猛地推开。我前世的丈夫凯登终于出现了，他正挽着他心爱的女人妮娜，看他的眼神有多温柔，看我的眼神就有多鄙夷。他径直走到大殿中央，单膝跪地：父王，我绝不会辜负狼群，但我只有一个愿望，请允许我迎娶妮娜，作为我唯一的伴侣。全场死寂。狼王气得将酒杯狠狠摔在地上：蠢货，一个没有族群地位的欧米伽根本没资格做你的伴侣。父王，我宁死也不愿让妮娜受半点委屈。凯登将妮娜护在身后，眼神坚如钢铁：我才是命运之石唯一会选择的人。如果您不成全我和妮娜，我宁愿放弃继承权，去做一个普通狼人。你这个不孝子！狼王气得浑身发抖，看着他为妮娜不惜一切的模样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上一世这一幕我已经看得太多了，我曾为了他这份深情与他争吵不休，极度的发疯。可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这时，那个叫妮娜的女人开始她精彩的表演，她泪眼婆娑的跪下：我能得到凯登的关注，已是天大的福分。我只希望能陪在他身边照顾他。我的血统卑微，不敢与圣女您相提并论。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愿侍奉圣女，绝无怨言。好一朵娇弱的白莲花。凯登心疼地擦去她的眼泪，转头用刀子般的眼神剜着我：你还自称圣女？你的气度连妮娜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你是不是很享受用你的地位去碾压比你弱小的人？一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变了，我仿佛成了拆散有情人的恶毒女巫。就在狼王即将妥协的时刻，我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全场听清：我王，既然凯登王子与妮娜小姐情比金坚，我愿意成全他们。凯登愣住了，他没想到上一世为他痴狂的我，这次竟如此平静。我看着他错愕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：不过选王仪式还没结束，大王子的血还没滴上命运之石呢。他的自信让我心中一凛，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也重生了。凯登冷笑一声，走到我面前，划破手指，一滴血落入了命运之石。只见纯白的石头开始剧烈震动，颜色由白转红，并且越来越深，直到整块石头都燃烧起深红色的火焰，光芒万丈。他成功了。可我看着那刺目的红色，非但没有绝望，嘴角反而勾起一抹冷笑，因为我清楚地看到，在那深红色的光芒之下，命运之石的边缘已经开始悄然浮现出一丝不祥的黑色。凯登，这一世你以为你赢定了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